你是不是经常一换季就感冒，总觉得浑身没劲儿，动不动就爱出汗？或者女性朋友经期总是不规律，量少还容易痛经？这期视频我分享3个中成药玉屏风散4、5颗粒桃红4、5汤的超实用使用指南。大家看了视频，这些困扰都能轻松应对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我在临床中发现有超过70%的患者对这3种常见中成药的使用方法存在误区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你将获得这些知识。玉屏风散是如何预防感冒的？它不是治疗感冒的。4、5颗粒怎样调理血虚，以及为什么它不只是补血那么简单？桃红4、5汤的特殊功效，以及它与4、5汤的区别。另外，我还会分享临床上的一些使用经验，如何让玉屏风散的效果翻倍，这在任何教科书上都是找不到的。咱们先来说说玉屏风散。一听这个名字，是不是感觉特别高大上，像块宝玉做的屏风？没错，它就像一道坚固的防护墙，专门守护咱们的身体，不让疾病轻易入侵。很多人一感冒就吃玉屏风散，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。首先，让我们了解玉屏风散的组成：黄芪、白术和防风。黄芪和白术都是补气类药物，它们能够固表。什么是固表？简单理解就是加强我们身体的防护墙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表面有一层无形的屏障，这层屏障就像城墙，能阻挡外来的敌人风寒病邪的入侵。黄芪能补气生阳，同时固表；白术能补脾胃，也能固表。而防风则是解表类药物，它在这个方子里不是用来发汗解表的，而是把黄芪和白术的补气作用引导到体表。所以玉屏风散的核心功效是什么？预防感冒，而不是治疗感冒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已经感冒了，病邪已经进入体内，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让它出去，也就是发散。而玉屏风散恰恰相反，它是加固城墙，不让敌人进来。如果敌人已经进城了，你再加固城墙，敌人不就出不去了吗？那么什么人适合服用玉屏风散呢？体虚自汗的人，也就是平时容易出汗，一活动就大汗淋漓。容易感冒的人，注意是容易感冒，不是已经感冒了。风一吹就鼻塞流涕的人，比如过敏性鼻炎患者；一受风就起疹子的人，某些皮炎患者；受风容易引起咳嗽、哮喘的人。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玉屏风散适合免疫功能下降的人群。它的作用就像是为身体建立了一面玉屏风，既坚固如屏风，又珍贵如玉，能够预防风邪侵袭。但是长期服用玉屏风散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效果会逐渐下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芪会不断地将气向上向外推送，时间长了会导致身体内部的气虚。这就像不断派兵到城墙上防守，时间长了内部兵力就空虚了。所以长期服用玉屏风散的人，最好加服一些人参等补内在之气的药物。另外，现在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用玉屏风散效果不明显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现代人的过敏性鼻炎常常不是单纯的肺气虚，而是肺阳虚。他们不但怕风，还特别怕冷，流清鼻涕，清亮的分泌物是偏寒的表现。而玉屏风散不够温阳，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配合理中丸或附子理中丸一起使用，效果会更好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，如果你平时抵抗力差，除了玉屏风散，其实补中益气丸也可以考虑。大家可能发现了，我们上一期视频里说的补中益气丸里也有黄芪和白术，那能不能用它来增强抗病力呢？从中医逻辑上来说是可以的，虽然它不像玉屏风散那么有针对性，但也有补气固表的作用。和4君子汤一起用也没问题，4君子汤里有人参，补气效果更强。说完了玉屏风散，咱们再聊聊4、5颗粒。说到4、5颗粒，就是人们常说的4、5汤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补血，但实际上4、5汤的功效是补血活血。我们在中药常用方剂4、5汤是怎么补血的，那一期视频里详细说过它的方解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重点。4、5颗粒由熟地、当归、白芍、川芎4味药组成。
前面3味药熟地、当归、白芍都属于补血类药材，而川芎是活血的，当归也有活血的作用。所以四五颗粒可不是单纯的补血药，它既能补血又能活血，主要用在血虚血滞的情况。为什么要既补又活呢？这里面有个中医的概念，叫做旧血不去，新血不生。我们在之前的中医基础里提到过，在补血的同时，稍微加点活血的药，能让新血更好的生成。血虚有个很典型的表现，就是头晕眼花，从西医的角度看，有点像低血压。那谁能生血呢？就是川芎。血虚还会影响心和肝这2个脏器，因为心主血，肝藏血，血少了，这2个脏器就会出问题。比如心悸，也就是心慌，面色无华，看起来脸色苍白，没有血色。还有月经不调，这里说的月经不调是月经量少，行经时间缩短，1-2天就结束了，甚至闭经，也就是不来月经，也可能伴有痛经。因为血虚会导致血滞，血液流动不顺畅。不过四五颗粒对于崩漏的治疗效果不太好，因为崩漏就是阴道大量出血或者持续不断的出血。用四五颗粒补血就好比水池漏水了，只知道往里面加水，却不补漏洞。如果是现代医学说的功能性子宫出血，用四五颗粒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川芎是活血的，可能会让出血更严重。这时候可以搭配补中益气丸，补中益气丸能补气生气，气能摄血，这样会更安全。或者开方子的时候，干脆把川芎去掉。四五颗粒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痛经效果不太理想，因为这种痛往往比较厉害，淤血的情况比较严重。但对于血管神经性头痛可能会有点效果，因为川芎有扩张血管的作用，能上头，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。还有荨麻疹，荨麻疹有很多类型，其中有一种干燥型的，中医叫血燥生风，也就是阴血两虚，阴虚加上血虚。四五颗粒里的熟地和白芍不仅能补血，还能补阴，当归和川芎能活血。中医有句话叫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，所以对于干燥型的荨麻疹，用四五颗粒勉强有点效果。但如果开成汤剂，肯定要在四五汤的基础上加点药，比如防风、荆芥这些祛风止痒的药材，还有蛇退、蝉蜕等。对于原因不明的瘙痒病以及老年人皮肤瘙痒症，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，但一定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，可别自己随便乱用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四五颗粒适合哪些人。头晕眼花、眼前发黑的人，这与西医所说的低血压有些相似。心悸的人，血虚会影响心脏功能。面色苍白无华的人，典型的血虚表现。月经量少、行经时间短，甚至闭经的人，血虚导致的月经不调。痛经的人，但这里指的是血虚血滞型的痛经。最后我们看看桃红四五汤，它其实就是在四五汤的基础上加了桃仁和红花。桃仁和红花都是活血的药材，不过红花活血偏上部、外部，花能发散；桃仁活血偏内部、下部。所以桃红四五汤和四五汤不太一样，四五汤是补血活血，而桃红四五汤是活血补血，活血的比例更大，主要用在血瘀兼血虚的情况。比如说月经量少，如果还伴有血块、血色紫暗，而且痛经，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用桃红四五汤。但要是出血多，可千万别用，不然出血会更严重。只有出血少又有淤血的情况，用桃红四五汤才合适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3种常见中成药的使用方法。玉屏风散用于预防感冒，适合体虚自汗、容易感冒的人，长期服用需要配合补充内在之气的药物。四五丸既补血又活血，适合血虚表现明显的人。桃红四五丸活血为主，补血为辅，适合血瘀兼血虚的人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常见中成药的使用方法，请点击订阅，不要错过我的下一期视频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